芥川龍之介的《河童》是他1927年的作品。这部作品写尽了芥川对人性、日本社会制度的深刻反思。芥川龍之介在發表这部作品後不久便自殺身亡，时年仅35岁，因此《河童》常被视為他对现實世界徹底絕望的遺世之作。此外，芥川自幼熱愛中國古典文學與唐詩，對中國文明十分向往。然而，當他於1921年來到中國，親眼目睹中國在列強環伺，尤其是他的祖國日本以東亞共榮圈為名來美化侵略中國的種種惡行，更加深他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厭惡。軍閥割據與貧窮落後的社會現狀後，讓他久久無法平復。有評論認為，《河童》這本書正是他對日本軍國主義下的譏諷作品之一。現在就讓我們走進河童國的世界吧。河童的故事是從一個人類世界的神經病的視角展開敘事。他是 S 精神病院裡的23號病人。他講述了自己3年前的一段魔幻經歷。他說，自己曾在日本上高地一帶登山時迷失在濃霧中，偶然看見一隻河童。出於好奇，他一路追趕，最後跌入一個洞穴，醒來時已來到河童國。河童國並不是神話中的妖怪世界，反而是一個高度文明、近似現代都市的地下國度。那裡有街道、商店、汽車、醫生、資本家、藝術家、警察、法官和報紙。23號受傷後，被醫生扎卡照顧，並以特別保護民的身份住下來。他開始學習河童語，也結識了漁夫巴科、學生拉撲、詩人托卡、哲學家馬科、音樂家庫拉巴卡、資本家嘎爾等河童。隨着23號逐漸熟悉這個國家，他發現河童世界處處與人類社會相反，卻又荒謬地像極了人類社會。河童的出生制度十分怪異，嬰兒在出生前可以自主選擇是否願意來到世界，如果胎兒拒絕出生，便不會被生下來。23號親眼看見巴哥的孩子在母腹中表示不願降生，理由是害怕遺傳父親的精神病，也認為河童的存在本身就是罪惡。這個情節帶出作品中強烈的厭世感與對生命本身的懷疑。河童的戀愛模式也與人類世界顛倒，在這個國家，通常是雌河童瘋狂追逐雄河童，雄河童則拼命逃跑。學生拉撲就曾被雌河童追到身心受創。哲學家馬哥雖然因為醜陋而避免了這種追逐，卻又矛盾地渴望自己也能被追求。這些荒誕設定看似滑稽，其實是作者觀察愛情、性別、慾望與孤獨的情形。詩人托卡自稱超河童，他鄙視普通家庭生活，主張藝術應該凌駕善惡，只為藝術而存在。但他表面上高傲、厭世，內心卻羨慕普通家庭圍桌吃飯的安穩生活。他的矛盾象徵藝術家既想超越世俗，又無法擺脫對人間溫情的渴望與生存焦慮。此外，河童國的法律也充滿荒謬。23號曾遇見一隻偷走他鋼筆的河童哥魯卡，原來他偷鋼筆是為了給自己的孩子當玩具。可是當警察得知那個孩子已經死亡後，竟然認定哥魯卡無罪，理由是促使犯罪的因素已經消失。也就是說，犯罪當時的動機一旦不存在，法律便不再追究罪行。這種判斷看似理性，卻難免飄忽，因為他把責任變成可以隨情境消失的東西，也讓道德標準變得太有彈性了。芥川龍之介借由這個情節，諷刺的不只是河童國法律的荒唐，更是日本社會中法律與道德的相對性。我們常常以正義之名審判他人，卻又會隨着利益、立場與時代風向，改變對罪與罰的定義。河童國的法律看似怪誕，其實正像一面鏡子，映照出人類法律制度中的虛偽、善變，缺乏真正道德根基。河童國的政治與經濟更加殘酷，資本家嘎爾掌握工廠、報紙與政治人物，表面和藹，實際上卻冷酷得可怕。當機器進步造成大量工人失業時，失業工人竟會依照法律被屠宰，
肉被當成食物販賣。合同們對此習以為常，甚至認為這比讓工人餓死或自殺更合理。這一段明顯諷刺資本主義、工業化與現代社會把人變成消耗品的殘忍邏輯。合同國也有戰爭、政治宣傳、新聞操控與審查制度。音樂家庫拉巴卡演奏時被警察喊停，引發音樂會騷亂，顯示藝術自由受到權力干預。另一方面，庫拉巴卡雖是天才，卻活在與另一位音樂家羅卡比較的痛苦中，害怕自己不自覺受到对方影響。藝術家的自尊、嫉妒與焦慮在這裡被描寫的既可笑又悲哀。後來，托卡精神狀態越來越不穩，終於自殺。23號參加他的喪禮，看見周圍合同對死亡的反應有冷漠，有利用，有哀傷，也有藝術化的興奮。托卡死後，甚至似乎以魂靈形式繼續被談論，這讓這個故事的氛圍顯得更加陰冷荒誕。最後，23號回到人類世界，卻再也無法適應人類社會。他被診斷為精神病患者，住進精神病院。然而在他看來，真正瘋狂的也許不是自己，而是那些自以為正常的人類。他仍相信合同朋友会在夜裡來看他，甚至把舊電話簿當成合同文字書籍朗讀。故事結尾，他突然痛罵人類是愚蠢、嫉妒、淫穢、傲慢、殘暴、自私的動物。但23號自己也高明不到哪去，如願回到人類社會的他，卻又開始懷念起那個僅僅因為他不是合同而備受禮遇的合同國。合同這個故事看似怪奇荒誕，但實際上就是日本社會的鏡像。困在大正時代的芥川龍之介，改變不了當時的大局氛圍，卻用他的文字打造了一個異想國度。但就算把人類世界顛倒過來，也無法改變人性之惡吧。合同裡的23號病人，表面上是一個精神病院裡的瘋子，但如果換一個角度看，他其實像是一個提前看見戰時日本陰影的獨行者。他在合同國看到的不是荒誕的異世界，而是当時日本社會的鏡中倒影。集體主義、道德規範、思想控制、資本操縱與戰爭動員，全部被包裝成合理、進步、正義與愛國。合同國荒謬嗎？但它體現的就是日本大正時代不容置疑的軍國主義氛圍。合同們講求集體利益，要求個體服從整體，這種集體主義不正像戰時的舉國一致嗎？一旦國家說需要團結，個人的懷疑、恐懼、痛苦立刻變成不合群、不愛國、不正常。大家必須站在同一邊，喊同一種口號，相信同一套敌人敘事。於是真正重要的問題反而被壓下去，這場戰爭到底為誰而打？誰從中獲利？誰被送去犧牲？合同國也有一套看似高尚的道德規範，它告訴人民什麼是正確、光榮、可敬，什麼是卑怯、可恥，應該被排除。可是這種道德真的出於良知嗎？還是只是軍國主義的忠君愛國換了一個名字？當國家把服從說成美德，把犧牲說成榮耀，把懷疑說成背叛，道德就不再是保護人的力量，而變成約束人的鐵鏈。它讓人民不敢問，不敢想，只能把自己交給一個巨大的集體意志。更恐怖的是，合同國甚至存在類似情感矯正中心的機制。表面上，它是在矯正不合群、不健康、不符合社會期待的情感，但從反軍國主義的角度看，這不就是憲兵隊式的思想改造嗎？當一個人不再被允許擁有自己的恐懼、悲傷、懷疑與憤怒，他就不是被教育，而是被馴化。國家不只要控制人的行動，還要控制人的內心；不只要人民服從命令，還要人民相信自己是心甘情願的服從。23號病人之所以逃離合同國，正是因為他看穿了這一切。他看見合同國的政治、報紙與輿論背後都可能受資本與權力操縱。他也看見戰爭被講得像商業統計，30多萬合同陣亡，卻只剩下冰冷的數字。資本家一邊靠戰爭獲利，一邊高喊愛國熱情。
這正是河童最尖銳的諷刺。愛國可以成為漂亮的旗幟，而旗幟底下可能藏着恐懼、利益、宣傳與屍體。當23號因為看見文明本身像妖怪一樣吃人，他無法接受一個把服從說成團結，把洗腦說成教育，把殺戮說成光榮，把犧牲說成必要的世界。可是當整個社會都接受這套語言時，不肯配合的人不逃還能怎麼辦？留給你一個問題，你覺得到底是誰瘋了？是那個無法忍受集體狂熱的23號，還是那個能若無其事接受戰爭、思想改造？於中才是愛國及舉國一致的時代。也許23號不是不正常，而是太清醒；不是精神病人，而是被戰時邏輯逼到無處可逃的正常人。